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用 Spine 4.3.18来制作这样一个机器人。这是家里熊孩子画的，我也不知道他画的是啥。图层我已经拆好了，你看我在公司也得拆图，回家还得拆图，就这命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们看一下啊，在这个文件夹里面，然后这是 PSD 文件，这个是 Spine 文件。Spine 已经打开了，我把这个 PSD 直接拖拽到 Spine 里面。我们看一下啊 ，PSD file 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给它创建一个 folder， 创建一个 images 文件夹，在这里面 robot number one， 咔，在这里啊，创建一个 images， 选中 select folder。Override, delete, confirmation, new project, create a new skeleton。Importing to exist skeleton， 我们导入到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个骨骼里吧。Import， 好，导入成功啊，在这儿呢，看所有的 PNG 分层的都在这里啊，它会自动创建 PNG 文件，都给你分好。好，我们先把那个 root 的 select 取消掉啊，然后把所有的图层挪到这个位置，保存一下。先来绑骨。这个机器人画的也挺复杂的呢，胳膊我都拆开了，这个腿我实在是懒得拆了，还4条腿，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啥，咱先给它放一边啊，这是打出来的炮弹。好，我们先给它一个主骨，这个主骨就放在 root 原位置吧，0 0 0 0，然后把所有的图片选中，按 P 键绑定到我们刚才创建的骨骼下，bone。把它改个名字吧，叫 robot root 就不动了啊 ，root 放在这两个先不管它。好，看一下它有几个结构啊，这是主要的身体，在这根骨骼下先创建一个身体的主骨，这个放主要的身体。然后前面是这个炮筒子来一根骨骼，上面这个地方给它一个骨骼，虽然现在不太清楚这个地方具体怎么绑啊。然后这两个东西分别给2个骨骼。好，在身体下面呢，我们先绑定腿的骨骼，4条腿，4条腿，从这儿开始做吧。脚往下再来一根啊，好，最后一条腿 ，OK， 然后呢还是这根骨骼啊，这是主骨，绑定，这是左臂、右臂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根骨骼下呢，给它一个骨骼，这是它的这个面部。好，绑定啊，先做最简单的绑定，选中按 P 键。哎呀，这个位置不太准吧？这个骨骼，看看调整一下。这个手可以往前一点。我们在做绑定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点下去啊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单独选中这张图片，然后按 P 键绑定到骨骼里。我最开始用 Spine 的时候都不知道啊，最开始用 Spine 我就是不知道点这个东西，然后选中它，绑定，点一次，它还得问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插槽挪动到这根骨骼下，然后你还得点 OK， 就得点2次，就这样。那个时候在刚用 Spine 嘛，然后还接活还跟人家甲方还吵了一架，说你们 PSD 能不能分清楚点，因为他分了很多 PSD 嘛，我每次都会点2次，实际上是我自己傻啊，把这个点下去，这样呢你就可以。你可以选中很多图片，同时绑定到一张骨骼里都没问题。这个呢，我们就要拆网格了。哎，这个没分好，没擦干净这个地方，不管了。把这个腿改成这个，还是先绑定吧，先绑定吧，绑到腿的主骨下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养成这个好习惯啊。之前说过很多次了，为了你以后复制，万一要出现复制的情况，它就会连带这个腿一起来复制。好，点一下 Mesh， 然后 Edit Mesh， 点击 New，
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网格啊，越简单越好。这里面有一个 generate 吧，自动生成是吧？还是 trace 啊？这个 trace 它会自动生成，这个大概是3点几啊？3.6还是3.4？反正是其中一个版本更新的啊。当时这个版本更新以后，我觉得太实用了，然后就跟公司里的程序争取了一番，让它更新到就是有 trace 的这个版本。后来发现这功能也不是特别好用，自动生成的自动生成的网格有的时候不是很实用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用那个功能。所以目前我们的 Spine 更新到 4.3 版本了，那估计很多公司目前还是用不了因为程序员不允许你用啊，是吧？即使他不嫌麻烦，他可能也不太敢用，因为新版本总会有一些 bug。这个是从公司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啊。有的时候你去争取，即使他答应你了，但是如果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，那这个锅就得甩到你的头上啊。所以，你作为一个动画师，还是要斟酌一下啊。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啊，没办法，就是一个它要权衡嘛。就这样吧。这个角色做完以后呢，我们把它要放到 Unity 里看看会怎么样啊。Modify， 改一下位置。既然这个机器人是家里熊孩子画的，那我想怎么来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他可管不了我了。好，然后绑定啊 ，Band 1 2 3 3根骨骼啊，也可以3根骨骼同时选，然后 Band 选图片。这个词我老念不准 ，band bind 不知道念什么，就是识别字幕的时候，它经常识别错误。OK， 然后我们的，这个忘了啊，进入插槽，选中2根骨骼，2张图片，加选是Ctrl P 键，好，绑定好了。下面我们继续做这个机器人的。骨骼的 IK 绑定，我们已经把整个机器人都绑定到这根骨骼上了。下面是它的主骨，它的主要 IK 呢，我们先绑定腿吧，绑定腿。机器人的腿呢，其实你看它也是2个关节啊，1、2、3，一个脚，那就跟人类的绑定是一样的。选中这2根骨骼选中这2根骨骼，然后在这个位置 New 选择 IK Constraint， 我们在这儿创建一个新的骨骼。他给的我们的默认的名字了我不改了。这是脚腕脚腕部分的 IK， 然后再给这个脚部这个地方再给它一个 IK， 点击 New， 选择 IK Constraint， 在这个地方再创建一个 IK， 这是控制它脚方向的它权重有点问题我们改一下权重，选中这张图片，在这个位置我们选择选这个点为此权重。然后我们把小腿部分这只紫红色的骨骼选中，这儿加一点权重，加多了，再调一次这个地方，没什么太大问题就行了。然后这条腿1、2 2根骨骼选择 New IK Constraint， 在这儿是脚踝，然后是脚New IK Constraint， 看看这个权重调节一下 weights， 主要是调这个吧。好，这2根骨骼选中 New IK Constraint， 脚腕
脚，同样的操作方法，就不赘述了。调节 IK 调节这个权重。最后一条腿2根骨骼创建脚踝的 IK， 然后脚尖的 IK。调一下权重，行。然后这个脚部呢，我们的 IK 就绑定完了。哎，动一下这个身体看一下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胳膊的 IK 也绑上啊，1、2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是左手啊，左手手腕的位置，这是一个 IK 啊，这样就可以攻击了。它这个夹子也得做是吧？夹子忘了做网格了，把这个手部的骨骼缩短一点，然后以这个手为主骨啊，手为主骨，这样创建2根骨骼，就简单一点吧啊，好像1根就可以吧，就1根吧，咱们简单一点啊，简单一点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手夹一下网格，它主要就让它从中间这个位置给它一个旋转的轴就可以了。哎，就这个位置给几根线，然后绑定，绑这3根骨骼吧。进权重看一下啊，进权重，它只要能动就这样吧，可以。然后这个也是啊，这是右手以它为主骨，上下2根骨骼，夹子加这个 mesh new。这样做起来又比较有趣。哎呀，这线夹的也不是特别规则，反正这个图形也比较简单，也无所谓的事儿。好，3根骨骼绑定，测试一下，旋转，好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然后右手的 IK 啊，2根骨骼 new constraint IK constraint 加在手腕的位置。手是不是还得调一下？这张图太碍事儿了，给它的 select 取消掉。好，我们一动啊，看这样运动起来，其实看这个手不太正常。我们不可能在运动身体的时候，这个手是被固定在空中的，所以呢，这两根骨骼，2个 IK 要把它按 P 键绑定到身体上，它是要随着身体走的。好，下面把这个脚部的 IK 绑定一下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脚腕的 IK 绑定到脚尖上。旋转它按 P 键，然后绑定到这儿，用这1根骨骼来控制脚部的运动。然后这个脚部的旋转呢，用用 C 直接转就可以了。权重有点问题啊，改一下权重，这个是紫色骨骼。哎呀，咋回事儿？当然你反过来绑也行啊，这个看你个人习惯了。好，我把其他的4只脚都绑好啊，把这个脚腕绑定到脚尖上 ，P。好，这样平移也可以啊，然后上下都可以。看一下权重，这个权重也有点问题。哎呀，都是这个脚尖的权重。好，这是 IK 啊，胳膊的 IK，然后这个脚部的 IK。好，绑定的课程就到这里。